嘿，大家好，我是 Mike， 欢迎来到 Dr. Mike 的投资频道。今天是2023年2月26号周日。在今天这个视频呢，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美股下周的一个前瞻看看美股下周都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然后在个股方面，我会对苹果和 Palantir 这两只股票的技术位做一更新然后呢，着重跟大家聊一聊我对亚马逊基本面和未来走势的一个详细的一个分析。最后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加仓的第二只美股，跟大家分享我加仓的点位、价格等等，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OK，let's go。好的，我们首先对美股下一周做一个前瞻，看看美股下周都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当然了，首先还是会有不少的经济数据出台。我们来看一下周一的话呢，首先是美国的核心的耐用品的一个 order 订单月与月的比较我们看到前期呢是减少了 0.2 个百分比，而现在市场预期是会有所增长 0.1 个百分比，这样的话呢，显示整个趋势呢向好的方向在转变，这对美国经济呢将是一个潜在的好消息。另外，在周一的话，我们可以看到 pending home sale， 也就是已经签订了合同的这些房屋呢，多少会进行交易的整个的销售出台，月与月的比较，我们看到前期呢是增长了 2.5 个百分比，而目前市场预期是增长1个百分比显示整个增长幅度呢有所放缓这也是 make sense， 因为现在整个的利率呢还是持续在处于一个高位，这样的话呢势必会影响美国房屋的销售所以呢整个放缓趋势呢也是符合这个经济的趋势。到了周二的话，我们看到首先是一个 CB 的消费者的信心指数出台，这也是官方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衡量消费者信心的一个指标。我们看到前期呢是 107.1， 而目前呢市场预期是增加到 108.5 可见呢还是一个比较可观的一个增长幅度如果确实能达到这样一个数值的话呢，显示目前整个美国普通消费者对美国经济呢还是处于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一个态度。另外，周二的话呢，也是美国整个房屋销售的一个价格 index 出台，也是月与月的比较，那么跟前面的趋势也是完全符合。前期呢是价格降了 0.1 个百分比，而目前呢市场预期会持续下降 0.2 个百分比。由于销售处于一个困难期，这样的话呢，价格下降也是一个可以预期的事情。到了周三呢，是美国生产方面的 Purchasing Managers Index PMI 指数出台目前市场预期呢基本上保持一个稳定前期和市场预期都是在 47.8。然后周三的话有一个 ISM 的 manufacturing 生产价格 price 出台目前显示呢稍稍有所增加从原来的 44.5 上升到 45.0， 所以呢从通胀这个角度来讲呢，还是持续的处于一个价格的一个高位。到了周四，首先也是初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出台，前期呢是19万2千，目前市场预期呢是19万7千。这一点呢对市场应该是一个潜在的利好消息，因为呢现在市场也是希望美国的整个的失业救济的人数在逐步的增加，这样的话呢会给美联储接下来的加息呢带来一定的牵制作用。然后周四还会有美国的非农的 productivity， 也就是整个的效率整个季度与季度的比较出台。目前看呢是从上一个季度的增长 3.0 个百分比减少到这个季度增长 2.6 个百分比，所以呢显示它整个的非农的生产效率呢还有微微有所下跌。然后周四的话还可以看到美国这边的劳动力成本季度与季度的比较出台，目前看呢前期是增长了 1.1 个百分比，市场目前预期呢是增长 1.4 个百分比，这一点呢也是对整个的通胀不利，因为显示的劳动力成本也在逐步的增加，这势必也给美国的通胀呢带来继续的一个压力。
到了周五的话呢，首先是美国的非生产方面的 Purchasing Managers Index PMI 指数出台，目前看呢是从前期的55.2微微下降到54.5，我个人觉得呢这个幅度变化并不是太大啊，目前也是显示一个相对平稳的一个态势。另外周五的话呢，也是在达拉斯这边的美联储的一个官员 Lori Logan 将发表谈话。通常的话，美联储讲话的话呢，从他们的讲话中也可以探听美联储接下来加息的一些动态。我个人觉得呢，有可能他发表鹰派言论，或者说他发表继续加息，或者说延长加息时间的这样一种可能性的比较大，所以呢，也会对市场造成一定的一个影响。当然，下周也是一个非常繁忙的一个财报周。我们来看一下，在周一的话呢，盘前有2只中概股报财报虽然我没有持有仓位，但我觉得值得注意一家呢是 Fobo TV， 另外一家是理想，也是电动三茶之一，对NIO接下来的财报呢有一定的一个参考意义。在周一盘后呢，当然也是在疫情期间非常火的一家公司，也跟中国相对有关 ，Zoom 也是报财报，我会相对的关注一下。到周二的话呢，也有不少的消费者板块的一些公司报财报。周二盘前呢是 Norwings 整个的一个邮轮股会报财报，然后呢也是在零售业非常重要的一家公司 Target 报财报。在盘后的话，另外一家美国这边的电动车企业报财报 Rivian。另外呢，由于亚马逊也是大力投资了 Rivian 这只股票，所以呢，应该对整个亚马逊的公司股价也会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另外，也是一家妖股 AMC 也是在周二盘后报财报。周三的话，可以说是下一周最重要的一天。首先呢，当然在周三是特斯拉的 Investment Day， 也是投资日。到时候呢，特斯拉也会报告它的 Master Plan 3.0所以呢，我对周三整个的特斯拉的投资日呢也非常抱以期待。然后呢，周三我们还可以看到，在盘前的话呢，也是我仓位中非常重要的一只股票NIO 未来报财报，当然我也会关注NIO的财报情况。另外呢，也有其他的一些消费者板块的很多公司比方 Wendy's 食品方面，Lowe's 整个的房屋方面 ，Dollar Tree、Kohl's 服装方面的公司报财报。然后呢，在周三盘后也有 Salesforce， 包括 Snowflake 也是2家比较重要的科技公司报财报有时间的话呢，我也会做一些关注。周四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财报日，在盘前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有 Best Buy、Macy's、Kroger， 然后呢还有一家中概股 Bilibili、B 站报财报我都会有所关注。然后呢，在周四盘后有 Costco， 包括 C3AI。Broadcom 还有呢 Nordstrom 也是一家比较关注的服装公司。最后呢，也是 Dell 报财报 ，Victoria's Secret 也是在服装方面的一些公司，所以的话也会关注这些板块的整个的经济的一个情况。苹果的股价，我们看到在周四下跌的时候呢，它是在200均这边止跌，然后出现反弹但是在周五随着大盘的大跌呢，苹果是跌了2.7块，是跌破了200均的支撑位最低达到146块钱附近以后呢，出现了反弹最终收在146块7，全天呢是下跌1.8个百分比，下跌幅度呢还算正常，与整个大盘相比基本上是符合。它下方的支撑位呢，我关注的是在60天均线附近，也就是在144块6附近。我呢也是没有动我苹果的仓位。Palantir 呢这一周基本上都是在下跌基本上把前期2天的暴涨的这个仓位或者说这个头寸呢，基本上又都吐出来了。在周五的时候呢，随着大盘下跌呢，它再次有所下跌，也是再次填补了前期的一个跳空缺口的部分最低呢是达到大概在7块8附近吧，然后呢出现了一个反弹，最终收在8块钱附近是微微下跌了1个百分比。
在今天这个视频呢，我跟大家着重聊一聊我对亚马逊接下来基本面的一个看法。我认为呢，亚马逊公司的基本面具有不少的优势。第一点就是亚马逊具有强大的一个品牌知名度，公司的产品线的广度和深度也是无与伦比。我认为呢，有助于帮助亚马逊建立信任提高客户的忠诚度和用户的反馈能力。全球呢有超过至少2亿名的 Prime 的亚马逊的会员，有了这个基础呢，可以帮助整个的亚马逊推广它的品牌和它的选择度。另外呢，它的整个的网站的便利性也是无与伦比，从而可以推动它的单位销售。从整个全球的范围内，特别是在美国的范围内呢，目前而言呢，没有真正的一个竞争者，像 Walmart、Shopify 这些公司，我个人觉得呢，与亚马逊相比还差得非常远，不足以对亚马逊的领导地位造成一个足有力的一个挑战。对于今年来讲呢，我预测2023年的它的收入将增长差不多在9个百分比左右，与2022年呢相一致。虽然比2020年和2021年的大概20%几、30%几相比有所下降那是因为呢，那时候正好是疫情期间，大家都 stay at home， 这样的话呢，就是促进了整个亚马逊的销售。所以总而言之呢，我觉得亚马逊它的强大的品牌和知名度是它公司基本面的一个巨大的一个优势。第二点呢，我觉得也是看好亚马逊的数字广告。目前呢，是亚马逊的业务呢，大概是在400亿美元左右。未来几年呢，我个人觉得会有不错的一个增长。因为呢，目前亚马逊也在作为一个关键的视频广告的竞争者出现，特别是他最近对他的 Prime Video 进行改进以后，比方讲，他是买入了周4晚上的 National Football League， 也就是美国这边非常火的橄榄球比赛的转播。另外呢，他也推出了一些原创节目，比如说《指环王》等等。在去年的时候呢，又以85亿美元的价格是购入了米高梅控股的这样一个影音公司，从而呢推广它在整个电子商务方面的一个优势。所以呢，目前电子商务也是构成了亚马逊广告的大部分收入，这一点呢，我也是持续看好。第三点当然也是非常关键，亚马逊我看好是因为它的Amazon Web Service， 就是亚马逊的 AWS。 虽然从今年的情况看呢，它的增长速度正在减缓，但是呢，我个人觉得这是因为不同的企业在整个的美国经济宏观环境不确定的情况下呢，缩减 IT 支出，这增加了一定的不确定因素。但是我认为这种放缓呢是宏观因素造成的，并不是亚马逊公司本身的问题造成的。亚马逊的 AWS 在整个的云计算领域呢，具有明显的优势，也是整个市场份额的一个领导者。从长远来看，我觉得一旦整个经济衰退，或者是整个宏观环境整体变好以后呢，整个 AWS 的增长速度，特别是它的营运利润率恢复到30%左右，还是非常可行的。所以长远来看呢，这也是亚马逊基本面方面最强劲的一块。第4点当然也是亚马逊不断的在一些并购优质企业和产业。我们知道在去年3月份，我前面提到了它是收购了米高梅控股影业公司，这也是它有史以来的第2大收购案。它最大的收购案呢是在2017年是购买了 Whole Foods， 也是非常有名的在食品方面的零售商。另外在2020年它也是收购了 Zoox， 一家初创的自动驾驶汽车的供应商。在去年8月份，它也是以17亿美元收购了 iRobot， 一家非常有名的扫地机公司。最近的一项是在今年的2月份，亚马逊是收购了一家初级的保健供应商 One Medical， 价格是在39亿美元。所以呢，通过并购优质企业，亚马逊也是不断在不同的市场创建它自己的竞争力。第5点，当然我觉得亚马逊的资产负债表也是不错，有超过700亿美元的现金和有价证券，
而它的债务呢在600多亿，所以呢它整个的资产负债表还是比较的健康，又可以在技术上有效的部署资本，从而呢帮助它快速并且提高整个用户的购物体验。所以呢，综合这个5大因素，我认为呢，亚马逊是一个买入的一个级别。虽然呢，今年来说呢，对亚马逊还是会有一些压力，主要是它的宏观环境。但是呢，我觉得在今年它的利润率将会有可能出现一个转折，因为呢，亚马逊也是在它本身公司内推动它升高它的效率包括它减少一个成本它前期呢也是做了一个裁员裁减了差不多18000人，缩紧它的成本，所以呢，我觉得会在今年达到一个营业利润率按年呢增长至少2位数的这样一个水平，所以呢，我觉得这是一个潜在的一个翻身的一个机会。所以呢，通过这些分析，我如果说利用它的 EV 除以 EBITDA 这个倍数来计算，或者说预测它的整个的未来的股价走势呢，如果用20倍的话呢，我预计2023年它的 EBITDA 在842亿美元。所以呢，通过这样一个倍数呢，我认为在1年之内，也就是说12月之内，它的比较 fair 的价格呢，应该在157美元左右。我觉得20倍呢，对亚马逊从历史上看来也是一个比较合理，或者说相对比较保守的一个倍数所以我个人对亚马逊的目标价位的预测呢，在1年之内呢，应该会达到157美元左右。当然，亚马逊公司也是会有一些风险，并不是说完全没有风险我觉得呢，主要的风险在第一方面呢，在美国这边法律和监管方面的挑战比方讲一些索赔诉讼包括政府调查等等。第二方面呢，当然是在电子商务和云服务方面的竞争也逐渐在加剧，所以呢，也需要进一步的关注。第三点当然是整体的宏观的整个经济因素，还有不确定因素包括整个高通胀俄乌战争，整个利率上升，包括新冠的反复供应链的限制等等，这些因素呢，多多少少也会对亚马逊造成一定的风险。但是呢，综合它的整个的基本面和风险呢，我个人还是对亚马逊认为呢，是应该买入级别的这样一只股票。好了，所以通过前面的5大观点的分析，我个人觉得亚马逊从长期看，它的基本面也是非常强劲先有对手。而从它的这个价格来说呢，我根据我个人的估算，我前面提到，我对它在12个月，也就是1年以内，我认为它的 fair value， 也就是它的目标价位呢，应该至少在157美元左右。而目前呢，肯定我认为是 undervalued 的。所以呢，在周五整个美股下跌的过程中，我也是决定加仓亚马逊。我从屏幕上方大家可以看到，我是在92块8的时候呢，加了一个限价单，再次加仓买入了35股的亚马逊。当然了，所有这些都是我的个人观点，并不是投资建议。朋友们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做自己的研究，做出符合自己的一个决定。好的，这是今天的视频。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视频，不要忘了点赞。如果您还没有，请点击视频下方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您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新的视频的通知。转发并且评论，谢谢。我们下个视频再见。